下官宁海令参见。哪来的阿扎泼皮？宗亲女眷面前也敢冒渎无礼！九郎君，下官宁海见。还不与我拿下！九郎君，九郎君，将这厮捆了。他看了我家命妇娘子，把他的眼珠子还出来。我自己来。杨军，此人无礼教训您便是，若是伤及性命，回去王都是要罚贵宗仙堂的。我家娘子刀都抽出来了，没听说过修刀难入鞘吗？郎君所言极是，但是郎君与娘子游宁海，岂能被此等小人扰了兴致？拖走！这。认得我吗？认得就好，认得就应该知道，你们没有机会了。今日之后，台州跟宁海便与你无关了。随我回到黄龙岛上，是生是死，都由得你自家选。我给你1个时辰，若是想明白了，便给你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。前后左右围住，不要让跑了任何一人。这尔等何人，竟敢擅闯宁海县署？放肆！此乃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检校司空，镇海镇东节度衙内兵马都指挥使，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九郎君在此。尔等宁海上下官佐辽众，还不速速出营？下官宁海县城秦鹤拜上大将军。这下官未得州中牒文，不知大将军驾抵宁海，有失迎驾，还望大将军恕罪呀。大将军有谕，不知者不罪。秦县城免礼。谢大将军。还不速迎大将军入衙？请大将军。哪里来的大将军？太守，某只闻王都九郎君蒙大王教命，检校司空，提点指挥两军衙内兵马，却并未听得什么开府仪同三司、右卫大将军。阁下便是九郎君？你这话有意思，难不成你才是九郎君？纵使阁下真的是九郎君，没有大王的教命手札，便不得在此喧哗，搅扰县署，干涉地方政务，这等事体干犯国法。这些人异于行刺，还不与我拿下！高旭好歹也是功臣子弟，诸事尚且不明，此时为难他，没有意义。无妨。九郎既然拿了他，此事就万难善了。索性吓一吓他，
说不定啊，还有些收获。郎君，全在这儿了。你那边如何？找得到吗？掌门蝴蝶都做得很平，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。那怎么办？天亮无事，便问星日。秦鹤，下官在。今年以来，县属所至行策何在？这是这2个月的吗？是。此案人犯现下何处？此人敢犯此人敢犯的是逆案，这目下人自甲号监房在押。我今日来，正为此人。你是沈爷？你是九郎君吧？你见过我三哥？今日在此的，若是西安侯，当是台州人之福。旁人提起他，不是孙逆，便是孙树人，客气一点的直呼其名孙本。倒是你，还记得他昔日爵位？郎君如何称呼他？他是我三哥。如今还是？有些事万古不易。郎君能有此心，足称至诚君子。方才沈君说，若西安侯在此，当是台州人之福。此言何意？郎君今日为何而来？先征后粮，填土兼并。看来郎君知道的不少。既知道，有何打算？这宁海县的账册和户贴平准相宜，看不出毛病啊。郎君看得懂户贴和账册？我当然能看懂，我只是看不破。看破其实不难。郎君看不破，是平日不离实务之故。那还请沈君提点一二。想好了？摊上这桩千古第一麻烦事，我想得好想不好，又有什么区别？地方官吏这些鬼魅伎俩，其实并不难破，倒是破了之后，才是真正的为难之事。那又如何？事情再难，总要有人去担待吧。你现在已然是方外之人，我不担待，难道真的让九郎，一个年不及弱冠的宗子，去担待啊？我就知道，你虽不爱惹事，只要事上了身，却断不肯躲事。
大王明教，捐免台州五县2年的粮赋。明面上谁也不敢违武剿命，提前收上来的秋赋自然也不敢入到明账上。然则官府征赋，总要有直气为凭。直气有啊，但不多，有个10-20张，要拿来做凭据，远远不够。总是要访遍民间，挨家挨户的去问去收。台州有5个县，得收到1000户以上，才好在朝堂上说话。眼下若是去民间收缴直气，怕是连1张都很难收回来。郎君能收到10几张，已是不易。这是为何？直气自然是有的，没有盖了官府大印的直气为凭，谁还肯纳粮？只是眼下这直气早已不在纳粮的民户手里了。不在民户，被官府收缴了？强行征缴，立时会逼起民乱，他们可没那么准。郎君可否查验过县属存证的代契？代契？民间袋子虽多为两厢情愿，与官府无干，然则若涉及田契相押，那些放贷的大户总要到官府具结明契，以为凭证。去找那个姓秦的县长，让他去拿入夏3个月以来的代契来看。来，走。这里也没有以直系为押物的文字呀。这等落下实据的文字，自然不能有。这要认真的查起来，得多少颗脑袋落地。郎君且看仔细，这些代契中的请贷人，多为世居宁海的民户和农人，关键在这放贷人。镇东军台州营田使，他们带出去的是军屯的军粮。障眼法而已，军屯存粮事关国际，没人敢动。这营田司只是作保的充人，放贷的粮食根本就不过营田司的账，营田司的账面上也查不出来。外出的大户到各县去放袋子，民户会忧虑有谋取田土之虞，自然不肯轻信。可若从中出面具名的是营田司，那些本地的民户便放心多了。那个丢了性命的陈兴，便是营田司主簿。营田司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层而已。便以我家为例，无心审视，纵是大族，毕竟根基不在宁海，连州跨郡的到本地来放袋子兼并田土，又如何能指使得了他杜浩出面？台州营田使杜浩，乃3朝元老胡令公的内弟。依崔博士白日所见，高旭是功臣子弟，沈从约是地方豪族，杜浩是胡令公内弟。宣贵、豪强、袁荣，这块石头扔下去，掀起的是滔天巨浪。州县官府下去催缴本该捐免的钱粮，秋粮未收，民户无粮可纳，营田司便出面放袋子。只要以田契和纳粮后官府签发的直契作为押物，便可从营田司贷出粮食缴纳秋赋，本地的民户便可度过
这最艰难的下岁。其实银田司也只是个门面，作为押务的田气和支气，转手就到了真正放贷的勋贵豪门士族手里。至于官府收上来的秋赋，其实也并不入账，3成归州县各级官长虚吏分润，3成归银田司军屯粮库以济军功，剩下的4成则返还给那些豪门士族。如此一来，州县官吏得了实惠，银田司得了军功。至于国中的那些豪门士族，他们以6成的本钱赚取了翻倍的利钱，而那些请了贷子的，至少有1/3来年还不上利钱，要么借新账还旧账，要么便失去了作为押务的田土。可我吴越国怎么办？明后背了债子，甚或失去田土，那不就断了本该入库的税赋吗？郎君想明白了。那些直气到了放贷人手上，怕是拿不回来了吧？台州5个县，银田司、豪门士族，他们如同一张大网，这等掉脑袋的勾当，若是没有相互牵扯羁绊，这张网它织得起来吗？此事大抵如此。刘元琛，末将在。大川那边不要留人了，剩下的300多人都调过来。诺。不能再等了。台州银田司设在海油镇，快马过去也要半个多时辰。你可是想定了？没有教民在手，我不能够干涉地方的政务。但是银田司不同啊，他是军务。认真的说起来，九郎和我是有便衣行事之权的。你们过去，县学这边我来坐镇。九郎已经把握了县署，银田司那边我亲自跑一趟，不要再走揽事了，你就坐镇县署。那个沈某深悉底细呀，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沈从约履任州郡，是一个不好相与的人呐。要是没人震慑大局，说不定啊，会被他去了空子，翻过身来。临行时，我与真娘交代了，我若不回，便是七哥亲来，也不能把沈从约提走。尚书右仆射、镇东军节度副使、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、大元帅府判官水丘太尉在此，速速打开营门。末将镇东军台州营田使杜浩参见太尉。拿下！诺！太尉，太尉，这是。水丘太尉，末将何罪之有？杜营田稍安勿躁，待我勘验完毕之后，自会还你一个清白。末将无罪，内衙胡令公是末将的姐夫。我知道，你是胡令公的内弟，此番前来也是奉了胡令公的军命。令公深知营田忠心，所以我来还你一个清白。封住营田司，书房前押房，没有我的军令，一张纸都不能带出去。诺，随我来。太尉，太尉。杜浩在台州所为，胡令公不知情。
我也是依常理裁断。这杜浩需要军功，胡令公3朝元老，名位已极，军功啊早就赚够了。即便是求田问社，也当是在他老家湖州、台州的事，他管不及，也未见得愿意管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事情倒是好办了。好办。胡令公3朝元老，位极人臣，在军中声望卓著，便是6哥身为大王，也不好苛待功臣啊。他若不涉及其中，事情不就更好办了吗？依郎君之见，案子揭开了，这件事就完了。若是西安侯水丘公在此，必不会出此言。一共有多少？一时还来不及记着。临海、黄岩、台兴、永安、宁海，5县印鉴都有，总数怕是有7、8千户。7、8千户，7、8千户，那便是10几万人，上千斤良田啊！台州5县共计户口17867户，登册的田土43216顷，又32亩3分。若是40%的人借了袋子，便是6000户，那可是7、8万人的生计性命。我家六叔高明府、杜浩等人犯下的死罪，竟东海之水难以尽其恶。可高家、杜家无心审视，数百年的望族，即便是全都砍了，也不过1000多颗脑袋。砍完了呢，这事就完了吗？已经请了袋子的，他们的约期作不作数？若是不作数，这个窟窿谁来补上？营天司经手的袋子可以一笔抹去，可5个县的秋粮已经收上来了。民户向本地富户请的袋子作不作数？约期上许下的利钱作不作数？若是也不作数，那本地富户的亏空谁来补？既然是官府做下的孽，自然应由官府来补。郎君，你可知这是多大的一笔亏空？本岁秋赋，以每亩田除息300斤稻米为计，1亩田就是30斤稻米的赋税。台州5县合计54万又200斛的稻米，郎君，那可是一座米山呐！这些稻米，在汴梁购买一个中原天子来做了。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。不管你们去买、去盗、去抢，月底之前我要看到50万斛稻米。诺，义父，义父不懂规矩呀！啊，义父都什么时辰了？义父这，哎呀，相府那边
今日是杨大参当值。回义父的话，这不是相府的书文，是台州的急报。州县文书就该显摆相府，你也是当了老来差的人。这是九郎君与水丘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名急报。大王，告诉杨氏，不必再催人来问了，顾今晚都过去了。诺，老奴这就吩咐出家起火。罢了，大半夜的，弄得都不得安生。做不过一碗糯米粥，些许半食，哪里会累着他们呀？有事。这是九郎君与水丘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衔表彰。联衔？是啊。传齐郎君入宫，还有2位相公。怎么这个时候来传？是宫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据说是水丘太尉与九郎君自台州发来了急报。此时3刻了，宫门下月，外臣不宜入宫的。大参乃是当朝国丈，王室妻礼，算不得外臣。西府公卿，大王还召了谁？回禀大参，大王还召见了杨大参与七郎君。宫内有人作反？回禀大参，并不曾。南唐兵马打到钱塘了？回大参，亦不曾。大王圣公不御？回大参，不曾。既如此，贵使回去吧。请戴某奏告大王，待得天明，臣自当循例入宫，问安当值。禀告大王，袁大参回禀，天明将循例入宫问安当值。还不快退下！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大王，怪臣思虑不周。我干岳丈的事，错在孤。你们一向一餐，一夜入宫，明日博弈屋那边的米价，怕是又要涨了。左右都来了。都看看吧。陈卿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有老母在堂，还有个幼弟。这不是跟金锭子过去了？诺。不要做公账，从内账里支。诺。替我跟吴兴沈家写封信，就说沈家欠咱们一条人命，这笔钱应该由他们出。诺。沈家大胆！不止一个沈家呀！臣有罪。不干岳丈的事，谁家没几个不孝子弟啊？名门大族，10几个房头，枝蔓牵绕，岳丈又不是族长，一个人哪里看顾得过来呀？